一个伐木工和他的同事一起在森林里寻找最好的树木时，他意外地发现了一棵吸引他注意的古老栗树。他砍倒了这棵树，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随后他高声尖叫起来。迈克尔扫视了一下他找到的原木，发现很难看清树干内部的内容，于是他使用了手电筒，怀着一种可能存在威胁的强烈意识，凝视着树内部。他极度震惊地看到了他一生中最令人不安的景象。与此同时，他手中的手电筒掉落在地，迈克尔惊恐地后退，仿佛见到了鬼魂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完全不敢相信眼前所见。他完全无法正常思考，难道那还活着吗？当天早上上班的路上，他从未想过会看到如此令人不安的事物。迈克尔和他的伐木伙伴们穿越乔治亚州崎岖的地形，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。为了为道路建设公司清理树木，他们被委托砍伐最好的树木。他带着他的狗一起前行，狗兴奋地吠叫着，踏上探险的征程。很快，这些人分头前往，但是迈克尔被他的狗引导着前行，狗不时停下来闻闻空气。一开始，他被狗吸引住了，因为它不停地吠叫，试图引起他的注意。迈克尔相信他的直觉，允许狗引领前路。狗把他带入森林深处，直到一棵巨大的栗树显露出来。他惊叹道：“看那个，这景象令人着迷，难以抗拒。”这是自然爱好者深感赞赏的自然魅力。这棵树成为了他的心头好，能够砍伐它是一种荣耀。然而，他的注意力被狗在地上挠挠，朝着树干歪着头吠叫的行为打断了，让他皱起了眉头。他的美好时刻被狗的把戏破坏了。他仔细观察，开始对狗行为背后的原因产生了疑虑。为了让狗心安，他慢慢靠近，仔细审视树干，试图找出导致狗这样行为的原因。你看，没什么好担心的，迈克尔安慰着狗，并开始准备砍伐这棵树。他观察到这棵树非常古老，可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。他摩擦着有鳞片的树皮，闭上了眼睛，享受着那种触感。他不禁开始回忆起多年前他是如何爱上树木的。迈克尔继承了祖父对砍伐树木的热情，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正在接管家族的伐木业务。祖父一眼就能看出树木的品质。多年来，迈克尔欣赏着伐木工的辛勤工作，并努力赢得他们的尊重。他的培训并不轻松，作为最年轻的一员，经验不足，多亏了祖父。他理论上知道运营方式，但在实践中有所欠缺。他们认为他是个被宠坏的孩子，这使得取悦他们变得更加困难。他决心证明他们错了。祖父给他讲过关于这项工作的真实和迷信的故事，这些故事锻炼了他的记忆。然而，尽管他对树木充满热情，他也意识到需要小心谨慎。多年来，一些经验丰富的工人因为忘记了安全防范措施而丧命。这个山丘地带荒僻，附近没有居民，这个地方是最安全的。所以当迈克尔开始他今天的伟大任务时，他毫无干扰。很快，他开始精心的工作，用斧头砍树基，然后换上链锯。他无法承受犯错的后果，看起来是一个巨大的任务，但很快就完成了。那棵雄伟的树倒下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，震动了大地，掀起了一片尘土飞扬的云。他技术娴熟地把树锯成了8块，每段7英尺长。迈克尔抹了把汗，沉浸在自己进展的喜悦中。但这短暂的时刻被他的狗不断吠叫的声音打破了。狗显得极为坚决，用爪子抓着其中一块原木，吠着让他看看。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
狗在告诉他些什么。他小心翼翼地走近，发现原木中间有一只神秘的动物，一只干尸狗，露出牙齿，爪子伸展开来，狗吓得缩成一团。迈克尔惊恐地意识到了这一发现的严重性，他尖叫着逃了出去，大声呼救。他不可能独自留下这个发现。迈克尔喘息未定，径直穿过空地，找到了其他人。他的狗跟在他身后，其他伐木工听到他的喊声，都感到惊慌。这与工作有关吗？他们心里充满了懊悔，因为虽然他们认为迈克尔虽聪明，却没有继承管理家族企业所需的领导特质。最终，迈克尔找到了他们，并急切地请求他们尽快跟他来。他们对可能发现的事情并不乐观。很快，他们穿过森林，目睹了这个奇怪的现象，看到保存完好的动物，它的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。他们深感困扰，这些年来，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。他们太害怕去碰它，不禁咽了口水。起初，迈克尔和他们一样震惊，都无法理解这背后的奥秘。这只狗完全完美地保持着它的位置，它从未移动过，这是不可思议的。人们本以为从如此高的高度砍倒一棵28英寸的树，并且它在地面上猛烈撞击，理应不可避免地影响它的位置，但它的位置丝毫没有改变，周围还观察到了裂缝和斑点。继续前行，他们发现在树干末端的切口和狗爪之间有很大的空隙。伐木工们同样感到困惑，转而向迈克尔寻求答案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问道。狗毫发无损，是怎么做到的？迈克尔仍然震惊不已，只能茫然地凝视着，难以置信。与此同时，每位4人都在做出观察，他们得出结论：一个活生生的狗不可能看起来如此，这真是匪夷所思。他们对迈克尔未来能否领导家族企业的疑虑渐渐消退，因为他们对他的发现给予了赞誉。大多数人透露，如果换作是他们，早就会离开这个地方而不再回来。但迈克尔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情。他们意识到，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谜题。现在，只有一个人能够提供这一发现背后的故事，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县的古老历史。这些男人交换了令人担忧的眼神，他们是不是有什么隐瞒的东西？迈克尔的祖父来到了现场，他需要亲眼看看这段木头。孙子告知他期望的情况，但当他亲眼目睹这个奇怪的现象时，他却让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他跪在木头前，迈克尔很担心，伸出手想安慰他的祖父，但其他伐木工却摇摇头，示意他不要误会。迈克尔犹豫了一下，最终收回了手，让老人有他的时刻。迈克尔的祖父颤抖着，眼泪顺着脸颊滑落。他悲痛地对这只狗，就像对待一个朋友一样，嘴里喃喃自语，令所有人都对这只狗与他们老领袖之间的联系感到好奇。老人恢复了些许平静，逐渐重新获得了自我，然后坐在木头上。他们等待老人讲述他与这只狗的经历，解开与发现有关的谜题，希望尼古拉斯的故事能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。这件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，迈克尔的祖父还很年轻，但喜欢和他亲爱的朋友基斯·罗宾逊一起闲逛。可悲的是，基斯去世时并不知道他的狗失踪背后的真相。他们曾是非常好的朋友，几乎形影不离。基斯把迈克尔介绍到家族果园的游戏中，这片果园占地超过100英亩的农田，他们称之为狩猎，通常捕捉浣熊、山猫、熊和野山狮等野生动物。在决定狗命运的那一天，他们正在树林里狩猎。那只狗是一只红骨犬，一种特别的狗品种。
曾经皮肤干燥的状况曾是一种美丽的栗色毛皮。这只充满活力的狗被描述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基斯称它为科尔。科尔因其充沛的能量和血腥欲望而被认定为一只狩猎猎犬。祖父解释说，如果他们要理解这只狗被埋在树中的情况，他将不得不详细讲述狩猎的经历。然而，伐木工们发现很难理解，但他们愿意听取。祖父记得科尔失踪前最后一次狩猎，基斯花了几周时间寻找这只狗，有时还动员了县里的人帮忙，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。基于这只猎犬的痛苦失踪，形成了一种迷信，老人自己也相信这一说法。他们说，如果仔细听森林，仍能听到科尔的吠声。可悲的是，这只狗从未离开过森林，它已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然而，发现科尔被卡在树干中改变了这个叙述，使之令人满意。迈克尔在青少年时期常在壁炉旁听祖父讲述这个特别的故事，但他一直对此心存疑虑。谁知道未来的岁月会证明这一切？与此同时，狩猎是对狗的智力、速度和本能的一种训练。在深夜的黑暗中，更多的狗伴随着科尔进入森林，追逐那些夜间活动的小偷。狗们在崎岖的地形中奔跑，跨过沟壑和斜坡，毫不退缩地寻找这些夜间啮齿动物。猎人们通常在森林入口处等待他们的宠物回归，但不幸的是，在那个时代， GPS 和跟踪设备并不常见，以便监控狗的位置，甚至连标签或项圈这样简单的识别狗的方式也没有使用。狗们跑得很快，很快就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，因为它们走了很多英里。猎人们深信不疑地看着他们的狗消失在森林中，他们期待它们的返回，通常会从1个小时延续到黎明。一旦捕捉到气味，科尔和其他猎犬都会表现得很奇怪，它们不再是普通的狗，似乎它们生来只为了捕捉这些浣熊，不顾一切危险和风险。它们比以往更强壮，更警觉，被这种追逐所冲昏了头脑。浣熊感觉到自己成为目标时，会飞快地逃跑，生命濒危，这激怒了决心不懈的狗。它们不会停下来，直到把流氓抓回来。每只狗选择不同的猎物狩猎，因此它们在森林中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。然而，压力一定已经失控。科尔追上了浣熊，他唯一的选择是寻求树木的庇护，希望躲避狗的威胁。这只红骨猎犬一定是追上了浣熊的气味，但意外地失去了它。它连连吠叫，怒吼着失去了猎物。猎犬闻到了浣熊藏身的安全庇护所，然后做出了匪夷所思的事情。它用后腿撑起身子，用前爪猛击并挖入树皮，把那可怜的生物困住了。不足为奇，科尔处于将流氓逼入绝境，他失去了温顺，变成了令人恐惧的猎手。尼古拉斯不敢在科尔如此状态下惹他，因为科尔不再是一只友好的狗，他坚决要以任何代价捕捉这只猎物，导致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行动。察觉到剥树皮可能需要很长时间，科尔的感官发现了地面上的一个洞口，通向一棵树内部。运气眷顾着他，毫无疑问，科尔会不顾可能潜在的威胁，进入了洞口。他找到了那只被吓了一跳的浣熊。科尔被训练适应任何挑战，所以攀爬起来对他来说并不困难。他倚靠在树壁上，交织着爪子，缓慢地向上拖动自己，逐渐接近浣熊。绝望的动物嘶嘶作响，试图从木质管道中寻找逃生的出路，但科尔已经如此接近，他没有意识到周围的危险，直到他们找到了一个逃脱的出口。就在那时，
科尔意识到自己为了捕捉而置自己于危险之中，没有任何救援。科尔试图挣扎着摆脱困境，他的血腥欲望已经淡化为生存本能，紧紧地包裹在树窝里。他无法逃脱，他无法往下回去，也无法爬出来。他被困在黑暗的树中。显然，他唯一希望的是他的主人基斯能来找他。但多年过去了，这只狗才被找到。可悲的是，基斯并不是目击者之一。这些人几乎不能相信会有人记得与森林那一部分相关的历史。基斯对狗的失踪感到很不好受，他曾多次留下自己的钩子在森林里，以防狗迷了路。他希望这能指引猎犬回家，或许第二天就能找到它。这对其他猎人有效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对他不行。基斯不介意每个月返回一次，只要能找回他的狗，但内心深处的怀疑在增长，时间也在流逝。基斯心碎失望，他以为自己最喜欢的狗永远离他而去了。老年的他仍在谈论科尔，一部分他始终与狗有着联系。然而，他没能活到见到自己忠诚的伴侣。伐木工听闻科尔失踪后深感懊悔，经过深思熟虑，他们一致决定，这段木头是历史的转折点。他们决定给予这只狗应得的尊重和荣誉，而不是把这段特殊的木头送到锯木厂。他们无私地将其捐赠给了沃斯南方森林世界树博物馆。纪念性建筑的工作人员对这一非凡发现感到惊叹。他们解释说，这只干尸狗被自然的力量最好地保存下来了。树内干燥的环境阻止了它的肉体腐烂，单宁酸的分泌吸收了科尔身体里的水分，染上了它的皮肤。此外，发现狗的树干上部会解释出现在上方的沉着味道。无论它们经过该地区多少次，都没有人能够闻到它的气味。无论是狗还是动物，在许多年后的岁月里，公众在命名比赛中将这只干尸狗命名为斯塔基。这个名字不仅因为它被发现在树干中间，而且因为它的故事触动了他们的心。尽管名字变了，斯塔基将永远在那些听过他故事的人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。自从斯塔基在博物馆找到了新家后，他的历史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人，他们对见到他和听他的冒险故事感兴趣。树干由玻璃盖着保护，斯塔基干瘪的外表乍一看让人吓一跳，但当游客听他的遭遇时，他们不禁产生深深的同情。看完以上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。以上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下个视频见。